这是你母后的刀。她会在天上看护着你，保护着你。为兄弟两肋插刀，对仇人千刀万剐！别以为你不还手，我就会放过你！世子妃杀了大理的王，和亲编成的阴谋，大战再起，大理必将覆灭。我就带领撒族占领乌满，最后占领整个南疆。你这么做，撒族和乌满的百姓也会遭屠的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呢？可以不打仗，这由不得你。别费劲了，我已经用一阳指的真气护住了手，那些蛊虫根本没法进去。我刚才就劝你回头是岸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在这儿啊！我就是想看看，你到底有何图谋。不过你这个样子，也甚是可怜，也算是罪有应得。我会送你去天龙寺，请寺内高僧助你渡过难关。你别加慈悲了，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人。那个当年从我手里把你救走的李红，他全家的死也都是因为你吧？父皇，您找我？我认识你朋友的父亲，他是我过命的兄弟，救过我的命。所以，红七娘亲的死，那些恩怨，都是真的。为了保皇位，我违背了诺言，我后悔了很多年，但终究于事无补。我一直都期盼着能够听到别的答案。为父让你失望了。红七她告诉我了，她会来找你复仇。为母报仇，天经地义，是我也会这么做。她已习得了降龙18掌。
降龙18掌，后生可畏啊！我已经败给他了，请父皇一定要小心，孩儿不想你出任何事情。从小起，我就是个严父，你就是个顽童。每每我越是训斥你，你越是顽劣。你逃婚之时，为父真是恨铁不成钢。没想到，你闯荡江湖回来，不再是个孺子，而是个大丈夫。你母亲过世后，我总担心你会出事，怕你困于大内，严加保护。如今看来，是为父错了，早该让你出去闯荡。孩儿让您担心了。看，这大好河山，未来可期。你们干什么？你儿子做什么你不知道吗？勾引有妇之夫还为难高长老。启禀陛下，今年祭奉祖先的祭文已经拟好，恭请御览。今年的祭文要改一下。世子，上来。父皇，因为朕已决定，禅位给世子。令尊被他们内力所伤，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，但是时日不多了。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皇亲，别问是谁了，去大理。我说了这么多，这也劝不明白你呀。兄弟，那我们就上路吧。高长老，高长老，高长老，你在门内为何不答应？有人打伤了我爹，留了你的名字。我认为这是有人刻意为之，我想听听你的说法。高长老，哎呦，帮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高长老，就算有万般不是，你也不该如此冲动吧？请父皇收回禅让的成命。以你之见，我和红旗交手，谁会赢？不一定。如果我被红旗所杀，你还是会继位，而且
不得为我报仇。如果杀了洪七，无论如何，大理与丐帮都会有成百上千人丧命。父皇跟我说这些，是不是父皇已经想到了解决的方法？我和洪七死局的解法就是禅让。我退位后就是一介平民，输赢都是个人恩怨，生死只是江湖纠纷。当年我就是舍不得抓在手里的权位，铸成大错。兄弟们，高长老的伤已经验完了，他是被凶手拧断脖子而亡。是哪家的手法？凶手掩盖了功夫真相，而且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。凶手是一招致命，看来高长老毫无反抗之力。高长老可是1等1的高手啊，这凶手武功得有多高啊？多高啊！屋里没有闯入的痕迹，看来高长老和凶手认识。我跟高长老素有过节，我有出手的理由是吧？我一进房间里，他又刚好断气，眼看我就是凶手，诸位都是这么想的吧？帮主，即便我们不这么想，本帮弟子武林同道，恐怕也会这么想。那不如这样，让帮主尽快查清真相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你们慢慢查，眼下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非得离开本帮不可。帮主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您还是别去了。非去不可。几十回啊？命数如何，也未可知。此时帮主抽身，难道不怕大家说畏罪潜逃吗？我想什么时候离开，就什么时候离开。我做了就是做了，没做就是没做。请帮主留步。边长老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早有准备。我们自知不是帮主的对手，但拼死也要留下帮主，所以不得不早做打算。弟子们尚且如此，许长老，你不会坐视不管吧？帮主，得罪了。起打狗阵！你们如此对我，我打伤你们了吗？我若有加害高长老之意，不会那么费劲，我也不会被你们撞下。弟子服了，在这里的兄弟们也都服了，只是高长老的兄弟们还是不会服，江湖好汉也不会相信，我们堵不住众人的硕金之口。传宫听令，弟子在。为保本帮清誉，从今天起，你暂代帮主之责，直到查出真凶之人。是。
所有弟子都要听从许长老节制。弟子遵命。传空长老，如有心术不正、作乱之人，就用那打狗棒狠狠地打。是，帮主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丐帮帮主，只是一个江湖中人，生死荣辱，一切与丐帮无涉。开门！施主不必执着了，此殿名为苦殿，乃是一位仙师禅悟之地。他武功高强，普通地方困不住他，所以修成铜墙铁壁，除非开悟，否则无法离开。仙师在此30余载，才终于放下冤仇。你怎么困住我，我都不会服。贫僧不是要施主吃苦，而是要帮施主离开苦海。你为道祖，说什么都行。我只知道以牙还牙。今日你让我受的，来日我会加倍还你。不吃不喝，施主怎么活到来日啊？谁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古怪？你去把段之行叫来见我。世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这个仇我记下了。殿下，殿下不可小心染了蛊虫。怎么都是血？蛊虫伤了脏腑，几日前就有了。臣等用了好些方子，却越来越重。如此下去会如何？这，你说呀！五脏六腑化为脓血，死相凄惨。殿下。 开门！是，殿下。把解药给我。异火还没有变成一滩脓水吗？快了，几个时辰之内嘛。不给我解药，我就让你痛苦100倍。我要是有解药，还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我没有，但有人有。谁？你呀。我亲眼看到，段义长用异阳之逼出了体内的蛊虫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也等不了了。
很记仇的。师尊，师尊，父王，你怎么能如此鲁莽啊！一阳指最号元神，连着又会折损功力，反伤自己。你功力尚浅，我要晚来一步，你就没命了。一会他等不了。父王，你是否真的逼出过蛊虫？恳求你救救一火。那你也要答应我，接受禅让。陛下心里清楚，逼出姑娘体内的蛊虫会折损陛下10年以上的功力。如若此时仇家上门，陛下凶多吉少啊！当初的祸是我造的，现在的后果也由我承担，都怨不得别人。是罪过，就是要还。今日起，段施主皈依三宝，法号了行。阿弥陀佛。陛下。太医说，你的伤势已无大碍，只需要时间静养复原。这几日事务繁忙，没能来看你，实在是抱歉。登了帝位，自然正事要紧。其实，你也不必来看我的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10万火急的军情。撒族大祭司已逃回乌满部，煽动乌满各个部族起兵，秀山郡已被包围，情况危急。你打算派多少兵将？20几年前，父皇就是因为没有派援兵，结果城池败落，百姓丧命。这次我也不打算派兵将。你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们2个就是最好的援兵。
经5天了还没攻下来，我们普庸部损兵折将。没错，泽梦族也是，我族也是，敝族也是。明天你们挪乌部去主攻。挪乌部一直冲在最前面，我们族长都受伤了，此时正在治伤。我母亲伤势如何？少主，你回来了。族长受了些许外伤，需要好好休养。少主怎么回来了？大理有没有伤你？大理待我很好，封我为上宾。照我的话说，诸位请看，诸位请看，正是我们的强攻让大理怕了，正是我们的强攻让大理怕了，他们才送回了伊火。他就是罪魁祸首，段志兴。你满口胡话，你就是大理的皇帝。正是。擒贼先擒王，抓住他，大理就会不战而降。段某，如要取各位的性命，根本不用等到现在。我没带兵，而且轻装前来，就是想告诉各位，大理并无恶意。我们死了这么多兄弟姐妹，你几句话就可以糊弄过去了？是啊，是。那要如何，你们才肯相信我？要我们相信你，只有一个办法。请说。你与伊火立刻成婚，并且昭告天下，你们的孩子是大理皇位继承人，乌满和大理从此平等，否则我们只能殊死一战。小兄弟，别拉了，我帮你手里拿。你是去打仗吗？把我带上。你年纪还太小，我要为我的爹娘报仇。你不带上我，我就不让路。等你长大了，拿着这个到大理成仇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别忘了，我叫武三通。在下记住了。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。我不管你什么心有所属，这件秦事已经不是家事，是事关乌马各个部族所有人的大事。可是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一个人来承担啊？你一个人承担？一火，听说你被囚禁了，他们二话不说，提起了刀就拼了命的去救你回来。比起他们，你的承担算什么？一会儿出帐后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一看，什么叫做承担？
孩儿是不得已才请父亲过来。这眼下困局，父亲有何良方？你为何不愿意和一火成婚呢？他心有所属，孩儿不能强人所难。人在江湖尚且身不由己，更何况庙堂之高。快，听娘的话，知道吗？爹过段时间就去找你们去，照顾好他。走吧。你要活着回来啊！我知道了。这就是强人所难。就因为你们俩不是两情相悦，百姓就要家破人亡，兵士就要战死沙场。我还以为你这次闯荡江湖，已经明白了人世间的不易，生灵涂炭，挺身担当，与你是帝王还是乞丐没有关系，只看你是不是个大丈夫。终于回来了。是啊，回来了。阿星，他竟然是大理的皇帝了。你是我心间扎根的念，挥不尽的缘。你是风中的香，叫我一世境界。既然世间有情结，救赎我愚昧，不给自己余地，给时间去回。你是我甘愿一路颠沛，是我的执念。你是落脚云点，无法翻越我的山岳。哪怕与世作对，情却无人可解，也绝不肯妥协，执迷却一回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你休息吧，我去那儿。等一下。
在君山，我喝了你喜欢的酒，你来到大理，也尝尝我爱喝的。百年好合。酒乃消愁药。我们说说各自的愁苦，说一条，才能喝一碗。我的心上人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是我最好的兄弟。这值得一碗。我要娶的女人，心里想着别人，而那个人还是我的好兄弟。这值得一碗。我好兄弟的爹害死了我娘。我好兄弟的娘被我爹害死了。我好兄弟要杀了我爹报仇。我的好兄弟会因为我杀了他爹，跟我反目成仇。这是什么世道？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最不愿意听到什么身不由己。生下来就已经不由我了，为什么活着还不由我？但至少有一件事是由我的。交了你这个朋友。有你这句话，同期此生，值了。再见面，你我是敌非友。但愿再不见面。